折腰剧情明快，服装倒也超级用心，尤其是感情部分，魏少和小乔双斗心眼又透露真心，权谋、世仇、爱情，隐忍又爆发爱意，吊足观众胃口。因为乔家背信弃义导致魏家3代变故，魏少长大后壮大势力，乔家为了家族荣耀及城池百姓安危，决定联姻，魏少自然不答应。但拉连看到小乔的那一刻，他的眼神发生了变动，之后努力挽尊，可魏少一秒难主，打道回府，把人送回去。下一秒，这么美，送我怀里。小乔一心想化解两家的恩怨，他努力帮魏少收服民心，甚至不惜让自己扮演成蛇蝎妇人的形象，承担百姓的骂名，也不惜被激怒的魏少画脖子。最后魏少让他打道回府，退婚。回去途中，小乔遇到表哥刘演，刘演表面以昔日情分娶她，但他不走心，连2次聘礼都拿蜀柚代替猞猁，而且还是图以火攻灭城。娶小乔更看重利益，小乔最终选择破坏计划，助力魏少攻城。两军对垒中，小乔一句你是我魏珍宝，却是众生为蝼蚁，表达了对表哥的失望。他果断奔向魏少，魏少将小乔紧紧护在怀中，以身挡剑，安全感拉满。拥抱后，小乔给了魏少一记耳光，因为委屈，也因为刚才经历的生死磨难，魏少心疼了，为他揉脚也伤，又被他回去。尤其知道小乔为了姐姐的幸福，主动替代姐姐联姻，偷听小乔表白他，英姿勃发，第一次见到他就去他一往情深了。他不自觉挺起了胸膛，嘴都快压不住了。在感情升温之时，婚事提上日程，但乔家祖父去世，为了全局，小乔怀着悲痛穿上了嫁衣。魏少因不能手刃仇人，也变成了冷脸。14年了，他一直想亲手杀乔家祖父，如今这个愿望再实现不了了。这一丧事让他恢复了理智，他与小乔终究隔着世仇，这段婚姻终究是出于无奈和算计，所以合卺酒他莫喝，而小乔喝了，这段世仇终究还是乔家理亏。新婚夜自然不会圆访，魏少告诉他，无论他与乔家如何，定不会伤害他，但要求他以后只做魏家妇，不能再做乔家女，意思是让他与乔家切断关系。魏少有个爱慕他的表妹郑楚玉，他曾阻拦小乔进城，导致小乔高烧淋雨，又联合魏母写休书给小乔，并派人追杀小乔。魏母之所以配合，是因为他介意小乔的身份，世仇怎么可能轻易化解？得知事情原委，魏少快马奔腾赶到，救下高烧昏迷的小乔，爱意终究表露出来。魏母自然不肯甘休，于是要为魏少纳妾，人选依然是郑楚玉。此时的小乔不再隐忍，选择正面刚。在后面的剧情中，郑楚玉给魏少下药是涂生米煮成熟饭，所以片尾也有他穿着暴露的画面，魏少也有男人的桥段。至于此事会不会弄巧成拙，反而助攻魏少与小乔呢？小说此章节有点鱼，男主演员刘宇宁也说，不能按小说原著中拍出来。央水10分色，双书占8分，只是乱世之中的倾城红颜，总会与命薄如纸的下场牵连在一起。电视剧《折腰》中，燕州乔家小女替长姐出嫁，与世仇结亲，努力保全亲族，化解两家仇恨。只是她最为惧怕的，乔家遭魏家清算，于战乱中凋零衰败的下场，在《折腰》的原著之中，却是真真实实的上演过一场的。原著故事里的双乔，按照家族安排各自婚嫁，却并没有令乔家达到在群雄逐鹿之中获得喘息之机的目的。在那个惨烈的故事里，乔家单纯至极的长女阿范，死于乔魏两家的仇恨之下，也死于倾心于魏少的蛇蝎美人的算计之中。而乔家聪慧坚韧的小女蛮蛮，在国破家亡的那一刻，被夫君以利刃穿透了自己的胸膛。曾经割据一方的乔家，分崩离析，死的死，散的散，却没想到一朝重生，令小乔重回出嫁之前，只是带着前世记忆醒来的小乔，不再是经历过前世惨剧的小乔，她的身体里是一抹来自现代的灵魂，莫名其妙地穿越而来，还带着不属于自己的前世记忆，令小乔不得不想方设法避免前世悲剧，帮助原本的小乔，保住整个乔家。折腰原著中的小乔，就是因为了解前世乔家的结局有多惨烈，才会毅然决然地来到魏少的身边，化解他心中的怨恨，便是拯救乔家唯一的方法。却没想到，在婚后的相互利用和算计之中，
心怀鬼胎的落难千金和少年枭雄竟对彼此倾心相许，于乱世之中相互救赎。但悲哀的是，穿越而来的小乔因前世的记忆逆天改命，而真正经历过前世的小乔却早已死在了那段惨烈的故事之中。乔家与魏家结怨14年，从盟约到世仇，隔着的是魏家祖孙3代的性命和鲜血。14年后，当年被兄长拼命护下，由魏家家臣拼死送出的小少爷魏少，也成长为了一方霸主。从小被称为小霸王的魏少，一夜之间失去了祖父、父亲和兄长，受仇恨鞭策着长大，生出一身的戾气。蛰伏多年的他，一出手便灭了仇家满门，而乔家不可避免的成为了魏少家下一个目标。为此，乔家不得不做出决定，将乔家长女乔范嫁给魏少，再以一座城池为陪嫁，用姻亲关系与魏家绑在一起，只为替乔家换来休养生息的机会。只是这个方法注定是行不通的，在小乔前世的记忆里，便早已看过千百遍。在这个方法之下，乔家的结局，乔家双姝姿容绝世，乔家长女天真温柔，乔家小女灵动活泼，只要求娶乔家女之人数不胜数。奈何大乔的婚事不顺，小乔的婚事已定。大乔10岁时便被家常长辈做主，与东平太守崔家的郎君定了婚事。但是在大乔15岁时，东平被占领，崔家父子莫能活着从战场上走下来，这桩婚事便只能不了了之了。如今大乔17岁了，求亲者虽多，但婚事始终没有着落。小乔比大乔小3岁，虽然是堂姊妹，却是从小相伴长大，与亲姐妹并无不同。小乔的未婚夫是琅琊国的长子刘演，他的舅母是小乔的姑姑，两人有些亲戚关系。刘演13岁时被继母陷害，遭父王厌弃，被驱逐出琅琊，是乔家收留了他。小乔的父亲对刘演这个后辈很是喜爱，所以刘演在乔家的日子比在琅琊国要好太多了。在乔家住了5年，刘演18岁时，琅琊国派人将他接回，后来刘演便派人来到乔家，想要求娶小乔，两人之间的婚事就这样被定了下来。当乔家决定要向魏家嫁女之时，大乔变成了最合适的人选。在小乔的记忆里，前世的故事也的确是朝着这个脉络发展的，只是大乔太过单纯胆小，嫁入魏家就如一只小兔入了虎狼窝一般。她既不得魏少宠爱，又被魏家人刁难，还遭受魏少的初恋苏娥皇的设计和陷害，日子过得苦不堪言。大婚之日，魏少只是看了她一眼，便将她送回老家。起初他有魏少的祖母徐夫人护着，日子还好过一点，可仅仅1年，祖母病逝，他便在婆母的搓磨下受尽了苦楚。而小乔则按照婚约嫁给了刘演，在刘演称帝后，变成了他后宫中的一个嫔妃。奈何5年的时间过去了，乔家并没有在魏家和李家的庇护之下获得一线生机，反而走向注定的衰败，只因魏少从未打算放过乔家。魏少勇猛，用兵如神，在横扫个大诸侯国后，自立魏王，登基称帝。大乔却未得封号，直接被关进了冷宫，最终在魏少的初恋苏娥皇的羞辱之下吞金自尽。而那个时候，刘演守不住自己的国，面对注定的败局，便打算杀光后宫嫔妃后，结束自己的性命。小乔看着杀疯了的刘演，决绝的赴死，被刘演一剑贯穿胸膛，结束了短短20年的人生。因为小乔早早下线，所以他并不知道乔家的马奴比智与大乔早已两情相悦，只是当年大乔选择为家族牺牲，比智只能成全。可自从大乔出嫁后，比智却并未娶妻，始终都在怀念着大乔。他自知身份卑微，不堪与大小姐匹配，但若大小姐一世安好，他便知足了。却没想到比智最终得到的竟是大乔死讯，因此比智彻底疯魔，在魏少40岁那年与魏少同归于尽，只为给爱人报仇。原来这个生有异瞳的马奴竟是天生神力，他原本只想做一个纯爱战神，但心上人之死令他注定要成为血战沙场的将军。随着小乔凄惨死去，乔家便覆灭了，但一抹来自异世的灵魂却在小乔的体内苏醒，随之而来的便是小乔的一场重生。重生之时，小乔只有12岁，他花了2年的时间才令自己适应了这一场离奇的经历。
这2年，事情都在按照小乔的梦，一步步地朝着既定的结局发展，令小乔不得不筹谋改变。因此，当小乔意外发现长姐与马奴比智的爱情之后，便当机立断，促成了一场私奔。当小乔看透了流言求娶之中的敷衍之时，便果断做下替长姐嫁入魏家的决定，并且小乔清楚地知道，无论魏少能否因他而庇护乔家，都只是暂时的，乔家必须要抓住喘息之机强大起来。只是乔家最令人头疼的，便是没有良将。但这个问题在小乔嫁入魏家，却遭遇了魏少的驱逐，令大乔与比智在得知后，毅然前来搭救小乔之时，迎刃而解。只因小乔得知比智带着大乔来的这一路上，不仅和魏少的兵马打了一场，还追着刘演的兵马打了一场，三方混战，如此险境，可比智赤手空拳，还带着一个娇滴滴的大小姐，却如入无人之境，来去自如，那天生神力不就是乔家的希望吗？于是小乔自愿留在魏家，不愿与长姐离去，但他却要求长姐前往他选好的一处地界，将那里那位乔家的后路。大乔单纯却听妹妹的话，比智勇猛却听老婆的话。小乔这边化解魏少的心结与魏家的仇怨，那边安排长姐带着猛将为乔家打造庇护之所，让前世的惨烈今生不会再上演。这便是小乔努力的意义。